欢迎收看老明的频道。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称为对等关税的行政令，对100多个国家与地区加收了关税，引发了全球贸易市场的大震荡，让关税这个词儿成为各国热搜上的关键词。特朗普发动单边贸易战是为了什么呢？主要有这样3点原因：一个是贸易制裁或政治威胁；第二是保护美国的夕阳产业，拖延转型；第三是所谓的制造业回流美国。但是关税是不利于人类合作的，尤其是关税作为单边手段、报复性措施或逃避改革的工具时，就有更鲜明的反合作的性质。而人类社会必须要寻求合作，合作不是某个人决定的，而是不可违背的演化规律。关税作为特定时期的历史产物，终将会被人类社会取消。也许在不远的将来，我们就会迎来零关税的时代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下面咱们就进入到主题。我们先从非合作开始讲起。非合作的极端形式就是对抗。最基本的对抗是1对1的对抗。在人类社会早期，1对1的对抗可能表现为争夺食物、配偶、领地等等，强者胜，弱者亡，这是一种原始的、直接的生存逻辑。但是不能什么事情都搞成你死我活，这样生存成本就太高了。比如双方为了一个苹果就要搞个你死我活，就等同于把无价的生命降低到1个苹果的价值了，这显然是不值当的。所以人类就发展出更复杂的行为模式，简单的力量对抗就逐渐让位于策略对抗。研究在对抗中如何制定最优策略的理论产生了，这就是博弈论。有关博弈论的内容我在以前的节目中做过介绍，在这里就不多说了。博弈论最早的模型是零和博弈。什么叫零和博弈？简单的说，就是你的收益等于我的损失，加起来永远是0。比如说股票市场就是典型的零和博弈，你赚了必然有人赔了，市场上总的收益与总的损失加起来为0。后来人们发现在博弈中有时双方的利益并不是完全对立的，还有可能是双赢或双输。如果2个参与者都知道对方的策略，且没有人能通过单方面改变自己的策略获得更好的结果，那么这个策略就是一个纳什均衡。有关纳什均衡的节目我在以前也做过了，欢迎感兴趣的朋友收看。所以今天的视频其实是博弈论3部曲的最后一部，主题是合作的演化。时间来到1979年，美国政治学者罗伯特·阿克塞尔罗德设计了一场有关囚徒困境博弈策略的比赛。比赛是这样设计的：有红蓝2个劫匪被警察抓住了，检察官没有足够的证据起诉他们，他希望有人能够坦白罪行。检察官就分别与劫匪谈条件。他跟小红说，如果你认罪，我就放了你，但是小蓝会判入狱8年。小红是名惯犯，很有经验。小红就问，如果2个人都认罪会怎么样？检察官说，都判5年。小红接着问，如果我们都不认罪呢？检察官说，那我就不以抢劫罪起诉你们，但你们仍然会以持枪罪被判1年。随后检察官又跟小蓝重复了上述条件。现在小蓝和小红就陷入到了一个两难的境地里，选择无非会产生以下3种结果：2人合作不认罪，1+1只有2年；1个认罪，1个不认罪，0+8等于8年；2人互相背叛，5+5等于10年。在这个例子中，只要是有理性的人都会选择互相背叛，大家各判5年。从2人总收益看，这是最坏的结果，但是从个人的角度上看，这又是最优的结果。上面的例子是一个单次博弈，如果把这个例子拓展为多次可重复的博弈，又会怎么样呢？阿克塞尔罗德重新设计了实验。计分的规则是这样的：如果小红选择合作，小蓝也合作，小红得3分；小红合作，小蓝却选择了背叛，小红最失败，得0分；小红选择背叛，而小蓝选择合作，小红的收益最大，得5分；小红与小蓝都选择了背叛，双方呢就各得1分。对博弈双方来说，一共面临着4种可能性。假如连续进行200次博弈，是否存在着一种策略可以得到最高分数呢？阿克塞尔罗德邀请了来自数学、
心理学、计算机科学、政治学等领域的一共14位专家，请他们在各自的专业领域思考，制定出最佳的获胜策略，目标就是拿到最高分。很快，14位专家就完成了他们的任务。阿克塞尔罗德就把14种策略输入到计算机里，让他们两两进行博弈，捉对厮杀。每一个策略都必须与其他13种策略进行博弈，而且还会和自己博弈一次。每轮对战200次，最后计算总得分，看一看哪一种策略得分最高。这其中都有什么策略呢？有总是背叛策略，还有总是合作策略，还有随机选择策略，还有一旦背叛过就永远背叛策略，还有复杂一点的，一旦背叛就连续3次背叛，第4次再选择合作。下一个有意思啊，是一种品质很坏的策略，前4轮都合作，从第5轮之后永远背叛，这个策略称为假合作引诱策略。其他的就不再一一介绍了。但是这些策略最后都没有胜出，胜出的策略来自一位著名的心理学家，他叫阿诺托尔·拉波波特。拉波波特的策略是这样的：第1轮永远合作，以后的每轮都模仿对手上一轮的行为，对手合作就合作，对手背叛就背叛，己方的行动完全以对方的行动为准则，紧紧地跟随对手。这个策略叫做 tit for tat， 中文翻译为以牙还牙策略。在这张图表中可以看出，以牙还牙策略得到了最高分504.5分，而排名第2的策略得到了500.4分，似乎相差并不大，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。这个得分是把14轮比赛的得分相加，再除以10次得出的一个平均分。得分差距虽然小，但绝不是性能差不多的表现，因为这是在2800轮微观博弈中逐步积累出来的结果，差一点点分数，效果都相差巨大。通过分析比赛结果，阿克塞尔罗德敏锐地看出，以牙还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策略，但是他仍然希望能够找到更完美的策略。于是在1980年，阿克塞尔罗德又举办了第2次重复囚徒困境博弈比赛。这一回他总共收集了62种策略，然后再次让这些策略捉对厮杀。让人大吃一惊的是，最终得胜的仍然是以牙还牙策略。以牙还牙策略到底特殊在哪里呢？第一，不首先背叛；第二，行为模式简单明了，对手可以很容易的识别；第三，一旦被欺骗，立刻报复，防止被持续剥削；第四，在对方改变态度后能够恢复合作。这些特征是一个稳定合作系统最需要的策略文化。什么叫稳定合作系统呢？就是指在重复博弈的环境里，不会因为偶尔的背叛行为就立马瓦解的系统。合作行为能够长期的存在。从自然界再到人类社会，存在着很多这种可以重复互动的稳定博弈系统。举个例子啊，比如鲨鱼与清洁鱼。鲨鱼吃东西时，经常会有残留的肉块或者小生物卡在牙缝、口腔的褶皱中，会引起口腔溃疡、发炎。清洁鱼就像牙医一样进入口腔，把这些残留物给吃掉。这真是太神奇了。但是这种共生合作一开始是怎样形成的呢？只有一种可能，就是鲨鱼与清洁鱼都使用了类似于以牙还牙的策略。如果鲨鱼总是吃掉清洁鱼，它的口腔卫生就会很糟糕，这种背叛型的鲨鱼也活不了多久，它的基因就很难保存下来。另一边，那些经常攻击鲨鱼口腔的清洁鱼也会被鲨鱼惩罚性的吃掉。所以只有学会共同合作的鲨鱼与清洁鱼才能活下来，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最终形成稳定的合作关系。大自然里充斥着这种合作关系，像吸盘鱼，它的头部有一个盘状结构，可以像吸盘一样吸附在大鱼的身上。大鱼吃饭时可能会掉落碎肉残渣，吸盘鱼就会在旁边吃剩饭。作为回报，吸盘鱼有时会吃大鱼体表的寄生虫死皮。在长期演化过程中，双方的行为被自然选择强化，就会形成稳定的共生模式。这些都是自然演化的结果。不只是自然界，人类社会更是如此。国家之间、贸易、外交、协议都可以看作是囚徒困境中的博弈。通过阿克塞尔罗德的研究，我们认识到，只要是重复性的博弈，最优的策略一定是以牙还牙的策略。在人类的重复博弈中，
大家最终认识到，既然合作是最优的选择，我们之间就不要再搞什么策略性对抗了，每一次都要搞博弈，太不划算。不如再进一步，大家一起制定规则，一起遵守，这就将策略性对抗发展为制度性合作。前面讲过，人与人之间一开始是1对1对抗，后来发展为策略性对抗，最终发展为制度性合作。慢慢的，混乱的社会就形成了秩序，从暴力开始走向文明，这是人类社会的巨大进步。比如宪法、民法、刑法形成了法律制度，造就了今天的法治社会；合同制度、审计制度、股票交易所形成了今天的商业制度；联合国、世界贸易组织、气候协定形成了国际合作制度。这些制度性合作太重要，它把不稳定的博弈状态变成了稳定的合作态。制度性合作让人类超越了自私自利的本能，依靠国际组织、法律规则，大家就可以跨越国家、跨越文化进行合作。今天人类取得的辉煌灿烂的成就，绝对不是1、2个人能够实现的，必须依靠人与人之间的合作，这些都是制度性合作的结果。讲了这么多，现在我们可以开始思考这一期节目的核心内容了。以牙还牙策略到底是什么？其实大家想一想，这不就是做人的基本准则吗？做人要善良，与人合作时不要藏着掖着，要让人看得懂你的行为模式。被骗之后立刻反击，别人认错了要有宽容之心。这些基本准则是人类天生就有的吗？当然不是。阿克塞尔罗德的研究告诉我们，不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，只要存在着可以重复互动的稳定博弈系统，博弈的最佳策略只能是以牙还牙策略，而以牙还牙的最终结果就是产生合作。这样看来，人类社会要想继续发展，首先不能破坏合作的基础，在今天就是不能破坏制度性合作，像是退出世界贸易组织、气候协定，这些行为本质上就是反对合作。还有节目开始的例子，关税。关税属于一种非合作行为，它只是一个历史阶段的产物。如果全球实现零关税，生产要素将以空前自由的方式重新配置，全人类将创造更高的效率和总财富，这是有利于全人类的。所以在节目的标题中我就预言，关税大战终将结束，在不远的未来一定会形成一个零关税的世界。阿克塞尔罗德对合作演化的研究引人深思。过去我们常把合作与善良、无私、高尚联系在一起，其实合作这件事儿与道德高尚无关。合作的本质是理性博弈的产物，合作是大自然演化的必然结果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，别忘了关注老明的频道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聊。